乾隆59年深秋，杭州城的夜晚是宁寂而清冷。城中的一家客栈里一群书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乡试挑灯夜读。这紧张与期待的气氛弥漫在客栈的每一个角落。忽然，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。客房内，年轻的秀才汤敦甫满心狐疑，心想何人深更半夜找自己来呢？放下手中的书本，来到了门前，问了声谁呀？门外的人压低了声音，是汤公子吗？某学士请您过去一趟。汤秀才一听这位学士正是之前辅导过自己，赶忙打开房门，只见门外一个小厮站在昏暗中，见门开了，立即低声说道：学士有请，有要事相商。汤秀才来不及多想，赶忙披上外衣，两个人是借着月色一前一后直奔宅院。这七拐八拐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学士的宅院。一踏进书房，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清香。只见书架上摆满了书籍，窗台上放着几盆翠绿的盆栽，很是雅致。一番寒暄过后学士打发走了自己的家仆，见四下没人，这才神秘兮兮地从袖子中抽出了一张纸条，递给了汤敦甫，低声嘱咐道：这是监考官转达主考大人的意思，你呢就拿着这个回去做个参考吧。汤秀才心中一阵错愕，心想我与监考官素不相识，和主考官更是这八竿子也打不着，看着情形分明是要泄题给我呀。汤敦甫站在原地没动，低头行礼：先生学生我与主考官并无交情，也不愿用这种方式考中，这事儿就自当没发生过。哪知学师非要把这考题塞给汤秀才，汤秀才是无奈之下，只好是慌忙告辞这一路上不住的摇头，心想这监考官和主考大人竟然以暗中泄题，这考场舞弊之风实在是可恶。乡试一结束，汤秀才也是无心逗留，马不停蹄的赶回了老家。哪知榜单公布，自己是高中头名解元。这消息仿佛长了翅膀一样，是一路传到了汤敦甫的老家萧山县。县令亲自登门道喜，还带来了主考官的请帖，催促汤敦甫前去赴宴。汤秀才想起考前发生的一幕，也不知道这主考官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心里面是100个不情愿，可又不知如何推脱，只好是硬着头皮去杭州拜见主考大人。一见面，主考官吴大人是亲自出面相迎，满脸堆笑。谈话间，汤秀才对此前很是不解，吴大人见状也不藏着掖着微微一笑。汤秀才，不瞒你说，此事乃是何相国亲自嘱咐，你当即可动身进京，便可高中3元。这何相国就是和珅，高中3元指的就是乡试中了解元，会试中了会元，殿试又中了状元，3个考试都考第一好比是一步登天，是天底下无数读书之人梦寐以求的呀。汤秀才一听，连忙起身，低声说道：学生我乃是一介乡间小民，怎敢劳烦当朝相国？寒窗苦读10余载，只为有朝一日能报效国家。倘若用这种门路晋升当官，岂不是辜负皇恩一片，让天下读书之人耻笑？学生我是实难从命。吴大人见状是面沉似水气的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等到汤秀才出了门，监考官赶忙找了个机会将汤秀才招了过去。这监考官就问汤秀才：你的父尊途经任平县的时候，是否救下过一对妇女呢？汤秀才愣了一下，此事家父从未向我提起过，学生我并不知情。监考官笑了笑：你回去一问便知，当年令尊救下的女子，如今乃是当朝何相国的宠妾，
只为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。况且何相国对你真可说是拳拳之心不忘啊！应尽快进京，不要违逆他的好意。回到家中的汤秀才这才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父亲。听儿子这么问，汤翁想了想，确有此事。这汤秀才的父亲名叫汤元玉，常常来往于南北方的贩运货物，生性仗义豪爽，人称汤翁。不久之前，汤翁住宿在任平县的一家客栈之内，夜里睡得正酣，突然被一阵女子的哭泣之声给吵醒了。本就生性仗义的汤翁心想，深夜有女子哭泣，怕是有什么难处。第二天一早，便向店家打听。店家一听，直叹气：“汤翁啊，不瞒您说，我这店里前不久住进来了父女2人，本打算进京寻亲怎料呢，老人是突发疾病，卧床不起，身上的盘缠呢也用尽了，打算卖女筹钱。”汤翁一听叫店家把这父女2人叫了过来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呢，进来了一位16、17岁漂亮的姑娘，搀扶着一位老者。2人见汤翁赶忙叩拜。老头边说边哭，自己是缠绵病榻，欠下客栈几10贯钱，眼看穷途末路，这才出此下策。汤翁也是动了恻隐之心，拿出自己呢原本打算进货的100两银子交给了老人。老人家，我这儿呢有100两的银子，你先拿去还店家的账，再找个大夫治你的病，剩下的我看呢也够你们父女进京的盘缠。老人一听那是一个劲儿的向汤翁磕头，看了看一旁的女儿孩子，承蒙眼前这位恩公出手相救，你爹我才不至于客死他乡。现如今你跟着我进京，能不能找到亲戚也不知道，我还能熬多久也难说。不如呢，你就跟着恩公，总比有一天我是两眼一闭，你流落他乡，举目无亲要强得多呀。说完，这父女2人是抱头痛哭。汤翁一听这话，脸色一沉：“老人家，我是不忍见你们骨肉分离，才动了恻隐之心呢，又岂会趁人之危呢？你将孩子带入京城，再替他寻个好夫婿。”父女2人连连是鞠躬致谢，记下了汤翁的家事，这才转身离开。听完这番话，汤生是恍然大悟，这才领悟其中的缘由，并将自己在杭州遇到的蹊跷事告诉了父亲。文中交代这父女2人进了京城之后，寻亲无果，最终呢，老头托人辗转将姑娘送入了和珅的府邸，深得和珅的宠爱。到最后呢，姑娘不忘汤翁的恩德，将汤秀才要参加秋试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和珅，希望能够报答恩公一家。原本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只是谁也没料到主考官向汤生谢题，却遭到了汤秀才的严词拒绝。到最后呢，汤秀才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考中了头名解元。事情都搞清楚了，汤温就开始问自己的儿子：“那么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汤敦甫沉思片刻：“父亲，您救人于危难之中，那女子懂得感恩，孩儿十分敬佩。只是这种关照乃贪赃枉法，实在是犹如我汤家的清白，孩儿我宁可放弃会试和殿试。你能有这般的操守，为父我很是欣慰。为人理应光明磊落，只可惜我儿你寒窗苦读10余年，如今就这么白白的错过了出人头地的机会，实在是可惜。”一转眼的功夫5、6年过去了，乾隆驾崩，康熙帝继位，随即着手查办和珅。第2年呢，汤敦甫再次进京赶考，并一举高中进士，入了翰林院。这个故事呢，出自于文人汪道鼎的因果故事集《坐花治果》。最后作者呢感慨道：“像汤翁那样道德高尚、有出类拔萃的后人，自然是应该的。和珅权势滔天，天下之人无不为了名利纷纷攀附。然而汤敦甫却坚守做人的原则，不为权势所动，人品可见一斑。而那位女子一心要报答恩人，也实属难能可贵。比那些忘恩负义之人，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呀！”
当然了，故事呢就是故事。不过汤敦甫在史上呢确有其人，清史稿中有他的传记，他名汤金昭，字敦甫，绝对是大清朝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汤敦甫为官刚正不阿，不徇私情，为官60多年，历经嘉庆、道光、咸丰3朝，曾任吏、户、礼、工、兵部4部侍郎和尚书，深受朝廷器重。道光年间冤案频发，有人不远千里跑到京城鸣冤。道光7年，时任左部御史、礼部尚书的汤敦甫受皇帝的指派，前往山西、四川、湖北、浙江等地重新调查冤狱案件，历经4年辗转，万里跋涉，昭雪了许多被冤屈的黎民百姓，一度被百姓称之为汤青天。清末易中奎所著的文言笔记集《新史说》中有一篇名为《汤敦甫在京师》的文章，记载了汤敦甫的另一段轶事。汤敦甫在京师的时候一天坐车经过宣武门大街，这车夫不小心撞倒了一位卖菜老翁，这一担子菜散了一地，老头是死死抓住车夫不放手，不仅要赔钱赔菜，还是好一通的臭骂。汤敦甫赶忙掀开帘子，安慰道：“老人家不用担心，多少钱我赔你便是。”老头一听这话，开口便索要1贯钱，差不多1两银子。汤敦甫摸了摸口袋，坏了，自己身上1个子儿也没带，只好告诉这卖菜老头一块到自己的家中去取。老翁一听要赔就在这儿赔，说着边说边嚷，周边是围过来很多看热闹的百姓，弄得汤敦甫很是窘迫。好在南城兵马司指挥路过此处，听了整个经过，说道：“此人纯属小人，干脆抓回去重重治罪。”汤敦甫赶忙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借我1贯钱就行了。”拿了钱的老翁是赶忙拾起菜篮子，是落荒而逃。汤敦甫也不着急走，停着车与南城兵马司指挥2个人是唠家常，唠了好一会儿的功夫，盘算着老翁此时应该已经走远了，这才告别了南城兵马司指挥，起身离开。可见其对自己无理的平头百姓都设身处地的为人家着想，一时传为了美谈。后来鸦片走私猖獗，如同复古之躯，腐蚀大清的根基。汤敦甫是痛心疾首，林则徐虎门销烟，震惊中外。后因遭奸臣陷害，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的官职。有一天，道光皇帝召见了汤敦甫，问他广州事务交给何人办理最为妥当。那汤敦甫直言不讳地推荐林则徐，惹怒了道光皇帝，自己是连降4级。不过次年，道光皇帝便准许汤敦甫以2品官级别退休。道光皇帝仍然念及汤敦甫的功劳，没多久又赐予头品顶戴，以示安慰。咸丰4年，汤敦甫中举人60周年之际朝廷特地加封太子太保，并赐御书庆延恩荣额匾，以示对他的荣宠。汤敦甫享年85岁去世，被视为文端公。汤敦甫为官数十年，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，都始终保持一致的节操，不曾改变，堪称为大雅君子，卓尔不群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